生的关键时刻，诚挚的诈骗帝国现在被中美两国夹杀。美国这个地方派出 FBI 到泰国、到东南亚要扫荡，但今天柬埔寨出大事了，在夹杀之下，你看到诚挚的诈骗帝国还是很嚣张，竟然有人公然劫法场。你看到了这个嫌犯被移送下来的时候，竟然做了天衣无缝的配合，在旁边有人递了一把枪，又这么巧，他的手铐又刚好开了，他就把那支枪拿了起来，就对着警察来一阵的扫射。所以志忠，你看到这画面的时候，我吓一跳。不是我们一直讲中国在杀，对，美国 FBI 他都进来了，结果竟然柬埔寨，我第一次看到有劫法场这种事情。这也太丢脸了吧！对，没错，事实上发生在这个柬埔寨最新的消息是，有人呢去把这个6个嫌犯把他劫囚，他在法院的门口把他劫走。你想说这也太夸张，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再有更夸张是什么呢？他出现在什么时间呢？他出现在中美都要对你宣战的状况之下，特别是对诈团要宣战之下。你看11月13号的时候，这种中国驻柬埔寨的大使馆，然后他去拜访这个贡布省的省长，他们要什么？你看，共同打击这个赌的这个诈骗犯罪。对，两个中国才说我们要跟你这个柬埔寨互相合作啊。另外还有什么？美国的 FBI 哦，美国 FBI 就说什么？我们美国的这个相关的打击这个诈骗中心的工作，然后由 FBI 的检查由这个联邦检察办公室、司法部，还有 FBI， 还有美国特勤局。哦，你看这么多局组成哦。他说我们已经派了 FBI 的特工到曼谷喽。对，我们跟来到曼谷这边哦，我们跟曼谷他们相当局的要你看到哦，这个图哦，就是说他们到了之后，对，他们要怎么样去做？是这一些线很明显，对，要么是柬埔寨，对，要么是辽国，要么是缅甸，对，所以他们是要在杀的。你看他们怎么杀？这是金边，然后这是这个柬埔寨的这个西哈努克金边，这是柬埔寨，对不对？然后另外一个是泰国跟缅甸边境这边有所谓妙瓦底等等，然后还有缅甸多少，他都说我们都知道。还有缅甸分队，我们已经对2个诈骗中心采取行动，他们在这个太仓查获了一个用在诈骗美国公民的网站。然后正在申请对另外一个诈骗中心的这个搜查令，要查获用在洗钱还有诈骗活动的新链相关的这个东西。对，所以他们都知道，美国都已经要进去。你看，我要查你的底的时候，结果没想到今天居然爆发这个劫囚事件。不是这个真的非常非常扯。是，所以等于是什么？诚挚，我们都以为他的诈骗集团会收敛。对，因为他的诈骗帝国，他在发声明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是说。顶多就呛个1、2句话，没想到他真的是有实力的。对，你看到这个画面是，这个时间点人才刚刚下来，就这么巧，对，枪就直接拿出来了。对，你要执法的话，你抓到我又怎么样呢？他现在跟你呛，就是说你抓到我，我还是可以让他们出来。对，这发生什么事情？11月18号就是今天的早上的时候，才发生在这个柬埔寨的财政省的法院。他这法院是有6名涉及到这个贩毒，这可能跟这个诈骗集团也有关系。对，他们准备要进到这个法院去开庭。进到法院开庭之后，正好你看，先是一台车开过来，对，开过来的时候就没想到旁边有一个女子，她一直在那边做这个所谓伸懒腰动作。你觉得好像这个女子，你说现在穿黑衣服的这个，她没有想要在案发前来，你看到她进来，默默的进来，我心想说应该这没什么。对，然后你看她一在那边走，然后那边还伸懒腰，这样的状况之下，你看。突然之间，这个囚车停下来之后呢，这个囚车打开，他们可能要进法院嘛。囚车打开之后呢，就没想到呢，你看囚车打开，人出来，对不对？那这6个嫌犯是不是知道？这个女生，然后有一个人跟他女生拿了东西，他拿什么？拿枪。拿枪之后他就开始要这个瞄准了。那旁边警察当然吓傻啊，就躲起来啊。而且那这里面比较诡异的是什么？他们这几个人下囚车的时候，照你看。他们都没有戴手铐啊，不是超奇怪，或者有的手铐就被打开了。原本是有铐着，结果在一瞬间，对，手拿钥匙，咔一声，对，就开了。只有最后2个人没有手铐，没有。谁给他钥匙？大家都这样，所以你说事实上这一定内神通外鬼嘛，哈。那就你看他们都跑了，他们几个嫌犯都跑了。照你看，警察一开始是往内跑，对，没有反抗。然后等到这个他们都跑掉之后，警察就拿枪出来了。对，奇怪，你为什么一开始就不要追他们呢？他们还有步枪他们只是一般的枪，你还有步枪步枪都拿出来，你看步枪拿出来了，你看有没有准备要扫射？人都跑了。对啊，他也可以追出去啊，但是他有没有追出去？他就偶尔追一下，就这样而已，就让他们跑掉了。石总，我真的觉得这次劫囚事件真的太夸张，而且这一些诈骗跟贩毒集团太嚣张。为什么？在第一时间他把手铐拿掉，拿枪的时候，你看到是有一个警察，对，他是朝入口的地方跑去了，他跌倒了，对，他翻滚了，是。结果这些人不放过他，是还踹他，
你看到哦，对啊他跑，他倒了，对还把他拉了出来。是，所以这群根本完全不怕这些警察，对，他完全不甩这些人的。对，因为搞不好他们是互相合作，总是要演一出这样的戏也不一定。哈，那事实上他们这些人跑掉之后呢，那赵尔但因为他们外面就有接应的车，就好像我们在好莱坞看到那种所谓接球，就真的就是这样。坐上车，开车就走了，这样一个情形。好，那他们人家就说，哦，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样？这个囚犯是不是中国裔的？就是说跟城市有关嘛，可能跟中国都有相关，所以大家都知道。哈，好，那比较特别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就把这个警方就把这6个人起底嘛，你看他们开车走了这个状况，起底来说的话，他们就说什么？他们发布最新的就是他们是越南籍的在押人士，然后他们就涉嫌到，包括说像很多都是这个赌博啦、毒品啊，还有非法持有枪械等等的这个状况，把他们6个人都弄出来了哈。那这是警方的说法。但是呢，根据这个你看当地中国诈骗群组的内容，就有人潜到诈骗群组里面，就说这个根本就是诈骗集团。为什么？他说他要说点内幕，这兄弟不是普通人，跟盘总一起吃过苦、扛过事，属于那种你一句话我能拼命的类型。盘总被带走之后呢，他是第一个站出来让你抓走。我要在后面跟警方，比如对峙一下，警方可能速度被我推走了之后，那5个人就跑掉。好，那他说盘总就是指这个国际杀猪盘的老板或经营者嘛，然后就网络诈骗或者说网络赌博产业中间的这个说法，所以盘总，所以显然他们这几个人里面来说话，来就是为了挡这一枪的，这就是真正是老大身边的心腹，不炫不吼不夸，关键时刻就一句不说，直接用命来换你一条路。对，所以等于说这个人就是盘总最信任的魂手啊。所以也难怪，来我们看到他被逮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怕的感觉。对，没错，他一副就说：“对，我处理好了。”对。难怪他的脸完全的，对，你看都没有在怕。当时他被抓的这个画面是这样，很狼狈。然后这个人画面就是说，好像就是一副从容就义的感觉。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中国的势力到底在柬埔寨有多夸张？因为我之前也常去柬埔寨，照你知道，柬埔寨金边啊，或者西哈努克，常常会爆发那种黑帮冲突。那你黑帮冲突，你想说啊，那就是柬埔寨他们当地的黑帮冲突？没有，我跟你讲，柬埔寨基本上没有太多当地的黑帮。都是什么？都是中国黑帮在互相。中国黑帮，他们在互相抢势力、抢地盘哈。对，这是什么？今年2月14号，他的5个人哦，持有 AK 的步枪哦，然后他们就开始进到因为他们在 KTV 里面的发生冲突，就没想到，你看第一个时间，他发生冲突，你看他是拿 AK 出来扫的，没错，这也太凶了吧？你看他们在金边，在柬埔寨街头就是常常这样。就拿这个 AK 出来，这个第一次冲突有。你说拿那种小枪算，人家他拿 AK 的。对，我们台湾来说可能都做个互砍的，对，他们拿 AK 互相扫射哈。然后这个第一次，然后后来中午12点，双方又再次争执。对，这次争执的时候，一方的3个成员突然冲向车内，然后就我们刚才看到，拿出2支 AK 步枪，还有1支短枪，然后冲入这个所谓 KTV， 要试图枪杀这个对方的一个状况。你看他有。你看他还这样，这个画面很夸张，他真的过去，对，枪就藏口袋，对，结果他开窗户那个，对，你看拿出枪来，你看这很夸张吧？这在柬埔寨街头上面出现这样，这个不是在拍电影，在街头上面就出现这样扎扎实实的状况。好，那另外一个，2023年的时候，柬埔寨也曾经发生过一件事，这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事实上当时呢有一个囚犯，因为他说他牙痛，他牙痛的时候他就说，那我要去牙医里面就诊，就没想到，赵，你知道多厉害？他这个囚犯进来牙医要看医生的时候，就没想到就有很多这个劫犯就进到这个牙医诊所里面，就把这个人劫走了，就这样就被带走，对啊，就这样就把他带走了，然后就很容易的就把他劫持走了。他们只要持有枪械进去，就把他劫走了。好，那么这个除了这个之外，那在今年的9月的时候。西港还有发生什么事？西港还有发生两伙人哦，在街头开枪。那你看，警方把47个人都把他弄出来了。对，47个人出来之后就说啊，你来自什么地方啊？来自什么地方啊？就你知道吗？这47个人呢，有35个是中国籍，而且他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查获行动里面，查出了13把的长短枪，太凶了吧？这个是这个火力，就是军火等级的。那你看，这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常常会一言不合就直接亮枪给你看，太可怕了吧？我们在柬埔寨我们也看过非常多次，所以你知道他们柬埔寨的商家，他们都要怎么样？他们都要聘请保全。对，那保全是谁？保全就是柬埔寨的军方。他军人他也拿着枪在那边了。对，那你知道，军人拿着枪在那边，就这些人也不怕他。
你就说这些人在柬埔寨当地是多嚣张，你就知道说，其实中国黑帮在柬埔寨是大家这个闻风丧胆，甚至是大家都觉得说，那根本就是不同的人等这样一个状况。好，那么呀，最近还发生另外一件事，也是这样。我们事实上，我们不是很多那种所谓把这个诈骗集团关进去，对不对？他们那种地方，就是他们的这个在打电话的地方，这个房间，对不对？对，把你虐待。就在这里面，就说，他在这个贝波市一个高建筑的楼层，他们就很喜欢找那种高建筑的楼层。你看，这有一个男生。然后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然后在那边一直不断的打 pass 给你，救救我，救救我！你可以看得出来，你看他那边讲，就好像我的有伤，我被打啊，他做那些动作，你可以看到他就是这样。这是根据这个《高明时报》说的，然后就去了，《高明时报》就马上就告诉他们这个警方，对，警方都去了哦。你看你看很厉害哦，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副省长率领，对，还有省的军警啊、县市长，还有初级法院协调等多单位，就没想到他们进去之后，知道空手而归，空的，他们都准备要去了。你看，这大批的人马都要去了。去了之后，就没想到，你看他们就很多车就从里面开出来，对，一台车就那边开出来。你看这种车，这就是兄弟车嘛，类似我们那种保姆车，你上面都会坐有那个兄弟，然后就撤离，很多车这样开出来，一个人开出来。就后来他们进去里面的时候，他们就空手而归，对，因为他们人完全被他撤走。那撤走之后，你仔细看这个车，这个看起来是跟阿法有点像啊，但事实上它是广汽，就是中国的广汽的这个相关的车 Master 大师，所以等于是他们在那边就开广汽的车，然后他们也是用这种兄弟车，然后把所有人都载走，然后那你觉得奇怪，他们怎么会知道？所以你讲嘛，这里面应该就有人泄露机密了嘛，所以你们才会知道说，我们要来了，我们要来了，你赶快走，赶快走，所以才他们来之前的时候就赶快离开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个你看他们连。所以我才说，我们不是常常怀疑说陈芝的太子集团跟检调有关系，或者说他们可能有那些内线。看起来的话，他们在柬埔寨当地更是如此。他们的情报也太好了吧？对，没办法，他们可能用了很多钱啊，去给他收买，或是各式各样。好，那么讲，那好了，那你讲说，那真的，我们最近看到陈芝被扣押那么多，都觉得他很好赚，对不对？那到底这些兄弟们过得怎么样？我跟他讲啊。当然你是被关在这个酷刑中心打电话，那当然过得不好。但是如果你是可以分一杯羹的，你看很开心啊。这是柬埔寨的西港，到晚上9点的时候，事实上他们靠近海边那些很多地方都是很热闹，有非常多餐厅，还有非常多赌场。你看海边的时候，这个晚上的时候很多车子出来啊，而且这车子都是名车啊。你看一他 BMW 啦、宾士啦，或者是说像是什么这个玛莎拉蒂，一大堆车都各式各样的名车全部都出来。这些都是所谓的杀猪盘的那老板或者中阶干部，他们晚上要出来寻欢作乐啦。所以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坐在这个餐厅的这个边，然后就开始这边吃饭，然后旁边一个人身边都会有美女这样作伴的一个状况。那在这边的车子真的非常多，你看随便一看，这个是 BMW 的 i8，这个双门的这个 Hybrid 的超跑哈。另外，它在柬埔寨来说的话，要很高额的奢侈税，在台湾一台也需要300到500万左右。对。然后另外还有这很多男生也很喜欢的 G Class， 对不对 ？Mercedes 的 G Class， 一台车来说的话，至少也是要几百万。所以他晚上9点钟的时候，根本就是这一些博弈诈骗集团，对，他们在秀到底，我赚了多少钱？对，没错。就在这个街上比，我吃了多少，我的妹有多少？对，没错。太夸张了吧？这种画面我们可能看《玩命关头》，他们在要开车的时候，旁边然后玩车，然后旁边一个美女，这也是一样啊。他们就把他们的车开出来秀给你看，军火展示，然后旁边都会伴着美女。然后后来吃完饭之后，车开过来，然后我坐上驾驶座，美女再上车，这样。你看，这就是我跟你讲，这就是他们不断的在那边展现他们的生活。然后晚上来说，当然都是这个歌舞夜生活非常好了，对。然后后来这个今年的时候，11月10号的时候，警方在凌晨的时候突袭在检越边境的这个财政省的一个号称顶级夜生活圣地的豪华酒店，结果没想到，你看进去里面来说话，有柬埔寨，还有中国，还有越南的这个300多名的男女，就是这边，然后在里面吸毒啦、嗑药一大堆，然后里面还起诉非常多的毒品，所以它就是很简单，他们就是这些都是诈团他们在过的生活。不过劝大家拍了我们当家。好，那么讲事实上，除了这个美国要打击之外，中国也是一样啊。你看，这是中国的这个驻柬埔寨大使馆去拜访，就是说我们要打击这个网络的这个。赌电诈犯罪啊，这个网络赌博还有电诈犯罪要互相合作啊，然后他期待，然后中国就说好，我们会在人员还有技术方面给予柬埔寨更多的这个支持啊，好，就没想到你看讲完没多久啊，然后11月17号马上就在财政省，你看就发动各式各样的军
军火的展示，我们开始去逮捕那些人啊。你看，还有这个军方把这个水路口围住的一个状况啊，然后甚至在金边也是一样，金边也是出动这个直接去抄家一大堆。他是只到一个地方，他就直接敲门。对，一敲门完之后，你没有开，我就直接冲，我就进去了。对，没错。那这不只是在我们刚才财政省，然后金边，然后包括说西哈努克也是一样，就开始这样，很多人就会开始在抓人，然后很多中国民众好像听到消息就跑掉，所以这也是很多画面，就是因为中国说我们要打这个电诈跟赌博之后，结果没想到，柬埔寨真的有动啊。可是所以才说，你看柬埔寨11月7号大举的在这个财政省，然后在金边，然后在西哈努克抓人，但是呢，陈志马上隔一天就赶紧呛下，今天早上之后，我就把我的兄弟抓出来给你看。所以你就知道说，没有错，美国跟中国跟柬埔寨官方是真的想要抓这些人，但是问题是这些人的势力绝对也是大到你可能无法想象的地步。玉凤，陈志的诈骗帝国，这也太可怕了吧！而且我们之前讲，他跟中国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结果现在中国说没有，你千万不要这样说我今天真的是铁了心，我要去杀他，就没有想到第一刀，我以为是到柬埔寨那边就直接冲进去了，没有，他竟然是干嘛？他竟然先从福建帮来下手。对，你看到这个空拍画面是什么？他不是在矽谷，而是在中国大陆的莆田，他想盖一个什么？比特币大楼，而它的外观已经都差不多喽，5566喽，然后上面已经封顶了。从你上面看下去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雄壮威武。可是呢，你仔细再看的话，你会觉得它像什么？它就像是 Apple 的 Park， 加州的这个苹果总部。而这个苹果总部的话，你看过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像什么？一艘太空船。对，你在整个画面看过去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漂亮。因此呢，中国大陆有一个人，他也想在莆田弄一个类似加州的这个 park 一样，但是呢，他投资多少钱？260亿的人民币，这是很大的一个建筑哦。260亿折合台币大概是1140亿。你做下去之后呢，你想干嘛？你要做一个大事，这大事是什么呢？我要放48万台的超级计算机的 server， 而所有的人，不只是中国大陆的人，全地球的人都可以来这边跟我买算力，我就可以在这边不停的帮大家计算，然后呢，也可以去挖矿、弄比特币、不是啊，弄以太币。可是现在这画面，它等于是一个很烂的地方，变成烂尾楼啦。简单来讲，现实很骨感。我们刚刚讲的是什么？是理想很丰满。理想是要干嘛？可以一年做430亿的生意，大概是1886亿的人民币。如果真的一年可以做到1886亿人民币的话，那我们的前期投入1140亿，那就是毛毛雨。可是呢，当你项目还没完成之前呢，你看现在来说的话，大量的钢筋的锈蚀，然后呢，这些管线只是有壳，里面都没有通电，外面呢也都没有玻璃。更最惨的是什么？它上面原本想要学苹果总部，上面也弄了一个光电板。弄光电板干嘛呢？我可以自己发电，然后我发电之后呢，我可以自己采矿。可是他们来不及做，就已经倒了。为什么呢？因为大陆的市场经济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然后呢，虚拟货币也没有办法支撑下去。而弄这么大项目的时候，你以为这是国家级的建设吗？没有，就是靠一个人，他叫林庆兴。林庆兴哦，他是一个创业家哦。你看哦，他过去来说的话，做了些什么？他就是在福建莆田出生。来看一下这个官方的文件。全链条精准打击新形态犯罪，是 USDT， 也就是所谓的泰达币。用泰达币搭建一个地下外汇的一个交易网络，在网络上面呢，境外聊天软件招揽客户用 U 币为媒介做什么？兑换人民币跟外币。所以呢，以前要做地下汇兑，你要到一个商店，到一个杂货店，然后呢给他一组密码，另外台湾才可以领钱，不用了，你又要换人民币，直接上他的网络。U 币换人民币，直接洗钱是非常的快，而它的流水总共多少钱？60亿的台币啊！哇，60亿的台币！但是你要想一个问题哦，难道你福建帮你一个商人可以搞定吗？告诉大家，肯定不行的。对，他们一定要有个官，如果没有官，那如何做官商勾结呢？他的官就是这个人，是一个政协的人，他叫萧毅，你知道吗？他竟然做了什么事情？他竟然跟林庆兴两个合伙。然后跑去了德国，去德国之后呢，找了一个基金会，两个双方要谈什么？谈合作。这 GM 基金会马上
听了他们的话，就觉得说，哇，那这个有搞头。你看这个时候呢，数委这个我们刚才讲林庆兴嘛，就是矿圈第一人，然后加上市委书记跑去德国跟 GM 的公司讲说，GM 基金会的人讲说呢，你来投资我们要干嘛？要买很多的矿机，以后呢这些矿机挖出来的矿，你跟我就可以分润，甚至呢这些算力大家可以拿去外面卖。所以 GM 这基金会有没有同意？有同意。但是呢，林信兴跟萧毅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回到中国之后呢，回到福州之后呢，你知道他们有16台的矿机每天运行，开始去弄，那这些东西应该赚很多钱吧？对啊，那 B 呢？好，厉害的来了。我们先从成本再讲到获利。对，你一天弄下去，你每天这样子挖，然后呢，你弄了全市的总电量的10%。对，你知道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好事？你知道吗？你不用付电费哦，因为我是市委书记。你知道挖矿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电力，就是电力。所以呢，有些人跑去接近北极圈，有些人跑去一个大瀑布下面，想要拿免费电力，不用那么麻烦。你到福州来，市委书记给你电，全市有10%的电力就拿来帮他挖矿。那你想想看，你觉得他会付电费吗？肯定不可能的嘛。对，他就用他的官商的能力，然后做什么呢？你就是把这些东西调整来调整去，说这是别的国企、别的民企用的电，所以呢，它有没有成本？它几乎是零成本。那你就想嘛，零成本挖出来了很多的比特币，你知道吗？他最后拿到了多少？将近10万颗的比特币。那你知道他跟他合作的这个德国厂商不就赚翻了吗？对，没有，他就被 A 了。他们不是说血儿吗？对，德国厂商出钱买了这些矿机，对，然后呢，电力又是免费的，问题是到最后1颗都不给你，结果德国厂商就很生气哦，就去告了。结果你知道吗？最厉害的事情是，不管他德国厂商拿出什么样的一个文件，怎么样的证明都没有用，法院一直判他这个萧毅赢。所以德国厂商干脆火大，把这些东西全部泼在网络上面，大家才吓傻了。原来有一个市委书记，他明明是地方官，竟然用大家的血汗钱、纳税钱去把电力拿来挖矿，挖了矿之后呢，还不分给人家，外国企业还来闹，所以呢，他就被怎样被双开了。他挖了10万颗，比特币有限制的，他竟然挖了10万颗，他也不要分。对，这个真的是太嚣张了。如果他有分给德国的厂商，搞不好就不会出状况。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让大家看到了福建帮是不是有人在罩着？没有人在罩着敢欺负德国人，没有人在罩着敢用一个全市1/10的电量来帮自己挖矿。所以福建帮的能力，在这个案件里来讲的话，其实可以一览无遗。郑某，这些诈骗集团、博弈集团真的太嚣张，在台湾也一样很嚣张。为什么？诈骗集团可以跟律师勾结，可以跟警察勾结，可以跟里长勾结，就像什么可以跟银行的女行员、女副理来勾结，勾结到什么样的程度？你看啊，这台湾知名的凯基金孙公司，你看这个标题，他说有员工跟诈骗集团合作之后，他竟然把他的同事的金钥给偷走，更厉害是什么？他竟然把3亿元台币3亿元能够汇出去国外。结果他现在被收押，我心想这太离谱了吧？他真的很夸张哦！我们都以为诈骗集团只会骗个人，结果没想到今天诈骗集团的魔手居然升到金融控股公司哦。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凯基金控的孙公司，叫做中华开发资本管理顾问公司。你知道它资本额多少吗？2.3亿，可是它管理16档基金，所以其实它管理的基金非常的大。好，你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爆发的？就有一天。这个他的这间公司发了一个预警机制，就奇怪，我们公司怎么转了这个1018亿美金到印尼，就大概台币大概是3.1亿啦，对，就转了这么大笔金额出去，没有人发现。然后这个金额用这笔钱拿去做什么，也没有人知道。所以凯基金就去查，一查才发现说，原来是有内鬼，就你刚刚讲，对，一个叶姓副理，他说我被诈骗集团骗了，因为诈骗集团用假检警来骗我，说什么说我的什么账户被监管啊，所以我跟你讲，我连我自己都被骗500万啊不够，所以我要去盗取这个公司的账户啊，这个1000多万美金那警察相信他吗？当然不相信啊。这个法官相信他吗？不相信啊。所以就怎么样，就压起来。可是你知道这个案子很离奇的地方就在于这边，就我们刚刚
这个这间公司的资本额是多少？2.3亿，对不对？对。可是呢，他居然转了3.1亿出去，钱从哪来的？钱呢？对，钱哪里来？但他今天又发布一个声明稿，他就说没有了，我们只被转2.17亿。可是今天新北检的新闻稿是说你被盗领3.1亿啊，那中间这个大概1亿元的差价是哪里来的？现在大家不清楚，也不了解哈。那所以这个案件，我认为金管会必须要去查下去。对。那你看，我们有钱，这个诈骗不法所得到哪里？到印尼去，有没有国外的钱进来？有啊，太子嘛，太子进来了45亿嘛，对不对？至少目前查到45亿。那我们之前说他查扣了11户和平大院，还查扣了什么？26+3部的超跑嘛。对。26部是一开始查扣，后来又多查扣3部，所以总共29部。那你知道吗？我们一般的想象是说，如果你的刑事判决确定，我才会拍卖你的不法所得，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北检现在成立一个叫变价小组，他这个案子都还没有起诉，他就要拍卖人家的车子，所以他说到底是4.6亿还是6.4亿还是8.5亿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今天要成立一个变价小组，变价小组意思就要把这些车拿去拍卖。拍卖之前要干嘛？要先鉴价嘛。对。鉴价之前，可是我要先问一下说，你们这些被告，你们平常怎么保管这些车的啊？你们这些保管这些车，这些费用从哪里来啊？我如果放在这边，它的车价减损是多少啊？他要征询这些被告的意见好，我跟你讲，这可能是表面上的理由啦。什么意思呢？他是要这种侦查犯罪的手法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一样是今年有一个诈骗集团，他的廖姓主嫌他被抓的时候手上戴了一个 Richard Miller 的的那个手表，对，3000多万嘛最后他也是把它变价拍卖出去，卖的话3900万你知道吗？当时大家就很好奇是谁来买，结果就是一个戴帽子看起来很趴的人，可是他就说我就是喜欢 Richard Miller 的表嘛，所以我来买，他看起来就不是真正出钱的人。那个人是谁叫他来买？我们猜可能是诈骗的人请他来买，也有可能是国外的，当时有一说是国外的原厂请人家来买的啦好，不论如何，如果今天陈志这么爱车，我问你，里面有一台车布加迪的3柱王，台湾几台？一台啊，他舍得吗？志哥舍得就全台湾一台让人家买走拿去拍卖吗？他已经舍不得嘛。我们上周讲他爱车成痴，对不对？所以有没有可能其中一个可能是什么？他如果北检变价拍卖，他通常会嘱托那个行政执行署来拍卖拍卖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志哥就请代理人来买这台车？假设今天有人来标这台车，我问你，他要登记他的什么身份证字号啊、个资然后金钱流向对不对？有了这些东西之后，谁可以查？检察官可以查，说你的买家背后到底是不是什么陈志对，所以今天检察官成立一个变价小组的目的，也有可能是什么另类的侦查手法。那接下来到底变价变了多少钱？然后谁会来买这些车？我们就拭目以待。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